鬼邻居。我的闺蜜小思前不久和我聊起她爷爷去世前后的种种，让我觉得诡异费解，也更加笃信有许多事是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的。小思自小在爷爷膝下长大，和爷爷的感情比父母还要深厚。去年入秋时，小思做了一个特别恶心可怖的梦，梦里面她满口的牙齿七零八落，有些掉了，有些松动了。小思对着镜子看见自己血肉模糊的嘴里东倒西歪着几颗稀疏的牙齿，当时就给吓醒了，赶紧拿舌头舔了舔牙，确定牙齿还都好好的长在嘴里。小思犹自惊魂未定，恐惧不已。自打做了这个梦，小思就发觉他爷爷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从前慈祥亲切，与小思有着聊不完的话题的爷爷变得死气沉沉，有时一整天都说不上一句话。小思以为爷爷身体不舒服，可左右盘问一番，他爷爷却都搪塞说自己一切安好，让小思放心。最让小思觉得瘆得慌的还是爷爷的眼神，在看着你的时候没有焦点，空洞凝滞，仿佛一滩生气全无的死水。后来没过多久，小思的爷爷开始躲在房间里闭门不出了。尤其诡异的是，爷爷的房间在天黑以后不许开灯。小思问他为什么，爷爷惶恐惊惧地对他说：我不敢啊！你看，对面有那么多眼睛，全在瞪着我呢。小思顺着爷爷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所见只有对面楼里万家灯火的窗口，哪来的什么眼睛？更有甚之的是，爷爷后来竟然天一黑就躲进房中的壁橱里面不敢出来，说是这样那些眼睛就看不到他了。与此同时，小思的奶奶发觉爷爷这一阵子几乎夜夜梦魇，嘴里一直还念叨着3个字。后来次数多了，奶奶就听出爷爷叫的是常满正这3个字，听着像是个名字，可他们一家人左思右想，包括小思爷爷的朋友们，全都不认得常满正这个人。农历小年以后不久，小思去看望爷爷，房间里黑灯瞎火的，甚是可怖。小思爷爷蜷缩在壁橱里，只把橱门留了小小的一道缝。小思上前去说：爷爷，您别害怕，是我呀，我是小思。爷爷充满警惕地盯了小思一眼，旋即指着他身后的方向问道：那他们是谁？你身后那几个人都是谁？小思直觉头皮发紧，毛骨悚然，战战兢兢地回头一看，黑暗中再无半个人影。小思带着哭腔儿恳求他爷爷说：您别吓我呀，爷爷，我怕。小思爷爷却说：哦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是我娘和兄弟来了，恒是来接我去的吧。小思爷爷的母亲和弟弟早都去世多年了，小思闻言是再也不敢陪爷爷待下去了，撒腿跑出了爷爷的房间。第二天一早，家人发现小思的爷爷已经离世，老人双眼瞪得很大，
那神情仿佛临终前看到了什么非常骇人的景象。办理完后事，族中长辈找来风水先生，慎重地为小司爷爷选定了一处阴宅。当他们按照风水先生选定的日子送老人入土为安时，小司无意间瞟了一眼旁边的那座墓碑，谁成想这一看竟是大吃一惊，难以置信。那墓碑上亡人的名字正是常满正，那个爷爷梦魇时反复念叨的名字。时至今日和我讲起来，小司仍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的爷爷与那常满正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为何爷爷在去世前夕会反复梦见这位阴间邻里呢？还有那些令爷爷无比惊恐骇异的到底是什么？委实细思极恐，不可言说。这世间自有我们无力抗拒的定数因果，到头来善恶终有报，欠情的还了情，欠债的了了债，甚荒唐，终究是如露亦如电，如梦幻泡影。请订阅并发布通知，请发表评论。如果您处于这种情况，您会怎么做？